对很多人来说，保加利亚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它位于欧洲的东南部，虽然拥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还有大自然风光，却一直不是大众旅游的首选。相对于其他欧盟国家，这里的生活成本是最低的，而且在大街上可以看到很多的涂鸦、未经修复、残旧的建筑，感觉上确实是比较落后。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在这个华人少之又少的远方，我又会碰到哪些华人？他们有哪些精彩的冒险经历？保加利亚是个多山之国，境内有2/3的国土是丘陵或山地，其中最主要的巴尔干山脉就贯穿了全国。位于索菲亚盆地内的首都索菲亚也群山环绕，是个气候宜人、非常宜居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名字源自于一座教堂。Sophia 就是拉丁语 Sophie 智慧的意思，那么索菲亚也就是智慧之城了。这座女神像左手臂上面是一只猫头鹰，智慧的象征；右手抓着月桂花冠，代表和平。智慧与和平，也就是在这大山底下生活的人内心里头共同的期许。华人移居海外的历史悠久，不过保加利亚并不是一个移民天堂，许多华人只不过把这里当跳板，他们看重的是可以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免签的居留证，这里成为了他们通往欧盟其他国家的入口处。近几年，华人在保加利亚的人数虽然持续减少，但最大的群体始终是来自中国浙江的青田人。以前青田是在中国算是比较贫困的一个县吧，很多人在当地没有很好的工作的话，会选择到国外去谋生。我姐姐他们餐厅里缺人，就带着我们一起来了。那时候我才刚刚17岁。上午时分，索菲亚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人声鼎沸，周小军也穿梭在市场中，准备为自己的中餐厅张罗一些食材。你好，小军吗？哎，是，你好，你好，你好，常来这里吗？啊，对，常来这里买点蔬菜放在餐厅里用。目前索菲亚有2家这样的批发市场。哪一些是本地的蔬菜水果呢？这个这个是保加利亚，他们自己生产的那个，有点像洋葱，叫粉红的西红柿，这是我们保加利亚人农村很多人喜欢种的。保加利亚的纬度比较高，它生产的蔬菜出的比较晚，经常会从希腊呀、土耳其啊进一些蔬菜，有可能也会从南美进一些过来。周小军的故事是青田华人移民的缩影。他家世代为农，80年代一场旱灾令青田的土地荒废，人民生活越发贫苦。那时，周小军没有任何专长，只知道村子里流传着乡民在海外赚大钱的神话，于是一个又一个的青田人前仆后继地到海外寻求生计。2000年，周小军来到保加利亚，而这家 Mr. Rice
则是他在索菲亚跌跌撞撞了14年后拼下的江山。餐馆主要售卖自助式的菜饭，每天新鲜供应大约10几道佳肴，都是我认得的模样，而且都是我还蛮喜欢吃的一些华人餐。Can I have this？ 我在想，是不是本地人的口味，他们比较喜欢吃肉，比较少蔬菜，所以大部分都是淀粉啊，还有肉类。那我们在新加坡把这个称为菜饭，很多人呢叫这做自助餐，但是在这里当地人把它称为快餐，是经济又实惠的一道食物。听说本地人比较喜欢吃甜一点的食物，所以口味感觉上是比较重一点的。在保加利亚很难找到中餐馆，所以把华人食物吃进嘴里，味觉就是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文化最直接的一个连接，感觉就好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我发现你中餐馆的顾客主要都是本地人，所以看起来他们的接受度很高啊。保加利亚的中餐数量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罗马尼亚、英国、土耳其啊、塞尔维亚没有那么多的中餐厅。以前先辈们做过的就是把整个档次定位在一个比较便宜实惠的这么一个价位吧，然后我们现在很多人尽量的想把它再往回做回高端，但是1、2个人是很难做到。我很喜欢你的装潢，我觉得你很讲究。很多人跟我们反映，比如说他看到某一家餐厅装修的比较破旧，或者说做的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会尽量往好了做。当然我们希望中餐越受欢迎越好。其实这不只是对中餐的认同，其实也是对你这个民族这个人的认同。小军一改人们对于中餐馆的既定概念。那在他的中餐馆里头，我看到墙上出现的这些夹着筷子的大碗，上面同样的也在展示着他的个人态度：友善、敬业、勇敢的追求梦想、累积财富、拥有尊严、自豪的经营自己的事业。周小军自小个性压抑，也不擅长与人说话。初来乍到之时，他每天只固定往返于餐馆和住处，足足8个月，他才第一次踏出宿舍和餐厅的街道范围。你怎么找到这店面的？这个店面就是当初我刚来的时候，我姐的那个店，我拿过来之后又把它重新改成一个快餐店。辛苦吗？在这里经营生意？嗨，不敢说辛苦，生活嘛，谁不辛苦，对不对？你刚来保加利亚的时候，对这里的印象是怎么样的？不是非常好，哈哈哈。因为我们自己原来是从山里边出来的，到了这边飞机上往下一看，哇，全是山，又到山里去了，而且当时是冬天12月份，就感觉有点萧条。在这边来呢，大家都比较忙，就需要自己去学洗衣服，学着做饭。其实，在那之前我都不会做饭。你自己不会烹煮，但你却是开中餐馆的。原先是不会，后来就慢慢的跟着师傅学嘛。刚来的时候，工作其实是占了90%以上的时间吧，基本上剩下的时间就用来睡觉了。那个时代我们没有什么休息日的。很长一段时间，周小军只能过着庸庸碌碌的日子。他经历了金融危机、店铺倒闭等。当初村子里谣传的外出谋生的奇迹，似乎并没有发生在他的身上。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曾经去到最低谷，人生的最低谷的时候？有一段确实不太顺吧，就是也曾离开过这边去西欧国家，但是在那边也没有觉得更好，最后还是回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想为什么我是回来了这里，而不是回到中国。那一瞬间我明白，好像这里才是我能生存下去的地方，倒不是因为它好，
是因为国内其实这么多年之后，我已经很多人都不认识了，反而是在这边生活的一些朋友会照顾我吧，会让我觉得有温暖。但是真的来到这里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是我的，也没有一处房子是我的，没有一张床是我的，就觉得还是挺悲伤的吧。所以从那之后，我就觉得，哎，我一定得有自己的房子。曾经的周小军像个孤独星球，外面的世界再热闹精彩，都与他无关。可如今，他却成了当地第一位考获导游执照的华人。中间这个是议会大厦，左边是总理府。哦2014年，周小军靠着 Mr. Rice 东山再起，或许是老天终于愿意赐给他一些运气，餐厅的生意渐上轨道，他也开始转向旅游行业，并修读相关学位。在保加利亚的日子里，周小军还遇见了在当地大学教中文的妻子，他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家。孩子的诞生慰藉了他过去所有的苦，也让他长久以来漂泊灰暗的心变得温柔明亮起来。你觉得你在保加利亚有什么改变？你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吗？可能会现在更尊重孩子一些吧，也会带来自己你小时候的那一些影响。可能比如说我有时候在外面，如果他特别调皮，我可能会打他。我们都是被打大的嘛。对我反正我是肯定，但是也不敢像那时候的人这样打，就是会控制。好，沾了一下。对。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成为保加利亚人吗？我倒更希望他多接近于像中国人。至于他将来会长成什么样，我还真不知道。我感觉他可能更像保加利亚人会。就我的整个性情，我的生活，都因为孩子出生的变化而变化。我是有了孩子之后才步步站的。我原先是一个比较不怎么说话的一个人，就跟我儿子在一起之后，就也说话越来越多。有没有在任何一个时期你后悔来保加利亚了？命运给我开了这么一个小窗口，我就来了。我们这一代人，我觉得我们都不算是有理想的人，我们只是为了稍微更好一点的生活。小军是我碰到很多来到这里的中国人当中，我觉得最淡泊的一位。所有的日子只要恬淡清静，那就够。他以前在这里曾经什么都没有，什么都缺，但不经一番寒彻骨，哪来梅花扑鼻香？我相信小军的经历就是这样。子清、子嫣，我希望你们生活有目标，不至于为了生存而太过于劳累，然后有一点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命运亏欠周小军的幸福，终于加倍还给了他。过去，保加利亚由于政局动荡，经济不发达，直到90年代初，才有华人姗姗而来，以售卖百货试水温。90年代末是华人移居保加利亚的巅峰时期，后来批发零售业因各种原因受到冲击，华人又选择离开，至今只剩下几千人左右。也有极少数的华人以中医师的身份来到这里悬壶济世，
更把古老的中医哲学发扬光大。我妈妈是1991年来到保加利亚的，在2007年的时候，我决定长期的居住在保加利亚，和我妈妈一起开这个门诊，来帮助保加利亚人和整个欧洲的病患。我现在在住宅区里头，试着找一位隐藏在这里的女中医师。据说她有神医的称号，所以诊所也非常的隐蔽，完全没有任何招牌。我就照着地址，希望能够找到她。嗨，你好，黄医师吗？是的，你好，你好，我是君伟。还相当隐秘哦，神医就是要这样子了，是不是？谢谢谢谢。黄医师的诊所规模不大，陈设简约，但无数保加利亚人却在这个小小的诊间重获健康，恢复神气。我们只是想接受我们所熟识的病人，或者是病人介绍来的病人，不会有随便在马路上看到啊，这有一个中医门诊就要来，因为我们认为中医是应该是被尊重的，先要对我们有了解，对中医信任。黄璐出生于北京的中医世家，母亲田勇早在90年代初就来到保加利亚行医，是当地大名鼎鼎的神针皇后。由于祖传的针灸术与众不同，被当地人称为来自东方的神医。病人看病需要对医生有绝对的信任。对，那语言上面的沟通，你又是怎么解决的呢？我16岁就来过保加利亚，所以去语言学校学过。为什么保加利亚人对中医接受度这么大呢？它是一个多民族混合的地方，他们竟然还有老一代的老太太们还保留着用拔火罐的治疗方式。然后他们自己保加利亚是有草药的，所以他们已经是对自然疗法非常接受的一个国家。身为中医师，在保加利亚应该会有很多趣事。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说，欧洲人他们的体毛很重。那我家呢是又扎针又拔管，所以病人来了以后，有一次有一个肩膀所有地方都是毛，我说今天不要治了，你先把毛去掉。然后还有艾草呢是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对吧？邻居就会觉得他们是不是到这里来吸大麻，带着保镖对，然后来吸大麻。所以艾草呢，在外国人不懂的人的地方就会有这个非常好笑的误会。经过多年的耕耘，黄医师不仅深受当地人的爱戴，还经常受邀到欧洲各国为社会名流看诊。这份工作给予他的成就感不言而喻。小的时候耳濡目染，看到妈妈这个职业受人尊重，所以就非常想当医生。当你接受到别人对你的爱和感激的时候，那是最大的一个满足感。我突然间想到，你的名字可能在中国不会有人知道，但是在保加利亚会有很多病人会把你的名字挂在嘴边。是的，那是蛮神奇的一件事情。没有看诊的周末，黄医师便带着14岁的儿子远离城市的喧嚣。偌大的森林公园是他们练功的地方。为了把这门家传事业传承下去，孩子也从小就跟着学习针灸和气功治疗法。你觉得你的教育方式比较接近西方的呢，还是比较接近华人的方式？对于华人是怎么教孩子，我只知道我妈妈怎么教我。但是我小的时候，我妈妈也是放养式的，就不会管我学习，她只会在我超越那个 limit 的时候来给我叫停，所以都是让我自己去做。所以我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让她自己去做。那个时候你接手诊所的时候，因为你妈妈的地位蛮崇高的嘛，那她的名声也很好，你自己会有压力吗？我妈妈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个，她永远都说的是，我相信你，我女儿是最棒的。她从来都是认为我一定没有问题。
在这个没有中文学校、没有庞大华人社会氛围的国度，要延续华人的精神与文化，或许也只能从看似微乎其微的家庭活动开始做起。所以其实你也跟你妈妈一样嘛，早就替孩子规划好了要做中医师。也是都是被从小灌输的，因为你耳濡目染，在他很小的时候传过他一部分，然后他去给同学治病了。哦，以前小的时候学的时候，那个情况是怎么样？因为小朋友都会不听话，我们一般都会说什么大灰狼来了呀。我妈妈说，孩子不听话，那肯定就是脾胃不好。肝气旺盛，那么其实他想用这个时候就来教给他这些词语，来扎我最大的针在哪儿呢？我来扎一下就好了，然后他马上听话。别，我觉得很管用。我知道你们挺亲的，而且很像朋友。那我可不可以问 Richie， 你觉得你会给妈妈什么建议？我妈妈的自信是从别人，真的是从别人来的。对，有的时候真的不相信自己，我会觉得要是可以把这个 blockage 弄出去的话 ，and from all that she can evolve even more。我觉得你的孩子这么成熟，有点太成熟了。在保加利亚行医生活的这些光景，当地的日常与习俗早已融会贯通在黄路生活的方方面面。谈起当地人的美食，他也如数家珍。保加利亚的饮食文化有没有什么典型的地方？他们喜欢用烤的方式，然后里面放上奶酪啊，对，因为他们喜欢吃浓重口味，不像就是中国南方大家吃的比较淡一些，他们对肉食更喜欢一些，因为他们属于狩猎民族，在曾经历史上面。你刚来的时候习惯这里的口味吗？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所以非常的习惯。保加利亚人他们很热情，有一点点事情你帮了他，他会一直记得你，然后让你自己也感觉到心里很温暖，所以这是很幸运的能够在保加利亚生活，所以我非常的就是热爱这个国家。台上古老的民谣和传统的舞步，仿佛将时光带到了很久很久以前。台下，黄璐的脑海里又浮现浪漫的想法。他和妈妈或许前世都是保加利亚人，才会对这里有着这么深厚的缘分。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保加利亚的时候景色是怎么样的吗？最开始第一次呢是在199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原始而美丽，街上没有什么人，尤其到周末的时候都没有人。商店是关门的，但是很美。你刚来保加利亚就一见钟情了吗？对，因为那个时候是16岁嘛，刚刚开始接触外面。高2的暑假，别人在准备参加高考，我就放下书本，拜拜，然后到保加利亚去享受从来没享受过的生活。可以给你选择的话，最理想的索菲亚保加利亚是什么样子？这样现在最好，因为它变得更加的和那个周围的世界结合在一起。至少是我觉得世界永远在发展，我永远不愿意去抱怨想要曾经的。我认为曾经的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也不想去预想或者预知未来的。我觉得最好是 enjoy 现在的感觉。如果要你完成句子的话，我的家在……因为我已经知道答案了，不需要问。我的家在索菲亚。保加利亚最早的起源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由于这里天然资源丰富，历史上经常受到外族侵占统治，却也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底蕴。索菲亚市中心也因此有了宗教宽容三角区的称号，因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3座寺庙都坐落在同一个广场内。作为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街头巷尾的西里尔文字也是保加利亚人最引以为傲的文化符号。
保加利亚的文字使用的是西里尔字母 Cyrillic， 创造者是拜占庭帝国的传教士兄弟 Cyril 和 Matthias。保加利亚就是最早使用这种文字的地方。这个文字后来对于整个东欧以及俄罗斯的语言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在索菲亚的国家图书馆外头就树立了两兄弟的雕像，来记录他们伟大的贡献。只是要学习这个语言和文字并不容易，即使移居多年，也只有极少数的华人能比较好地掌握这个语言。我是北京60年代土生土长的，在王府井大街长大的，后来是在同仁医院上班上了7年，一直干到92年底，然后来到了保加利亚。90年代，即使在北京当医生，工资也相对不高，因此尽管出国后的前途充满未知，当时28岁的宁建峰却毫不犹豫，带着出生之犊的冒险精神，来到了保加利亚。当时这里的华人还不多，并也都受中国小商品为生。位于首都的伊林茨市场，因为华人的进驻扩张，成了当地最大的百货批发市场。是宁建峰，你好，我是杨俊伟。幸会幸会。这是这个市场的名字吗？啊，对上面，以亮起它叫。这里总共有几家商店1000多家吧。曾经担任过华人协会会长的宁建峰，对批发市场的大小事十分洞悉，也曾为这里的华人商家们奔走请命。坐落在市场里的中式早餐店，是他来到这里时的必到之处。好像是这里唯一一家卖华人早餐的地方。就是这一家了。那吃这样子的早餐会让你感觉比较舒服、比较自在吗？对啊，我们毕竟是中国人。这里很多商店，我看到好像都没做生意，而且空置着。20年前是最好的时光，供不应求。怎么说呢？礼拜六、礼拜日的时候，买货的客人从各个国家，乌克兰的，甚至连那个土耳其的都跑到这儿来。1000多家，当中华人就占据了多少80%以前是。这么多啊！啊，后来周边国家的中国人多了，他就不上这边来买货来了。因为我是很早就来这儿了，我是第一任这儿华人协会的会长。哦，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因为你熟悉这里的人情，你也懂得这里的语言。在华人移居的高峰期，尽管刚到的华人不会说保加利亚语，但只要手里有计算机，店里有货，生意还是做得很火红。直到2007年，保加利亚加入欧盟，一切就有了转变。这里的华人跟当地人会不会容易有一些误解或者是纠纷的？以前很多，就是因为跟当地也不熟，经常跟市场管理方面也发生冲突。他们是雇佣黑社会当保镖的，经常起冲突，偷华人的仓库啊，入户抢劫呀，挺可怕的，听起来很吓人。还得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处理的。现在情况改善很多了，很多了，已经是在我们使馆还有当地华人这个组织的督促下，就跟当地的警察联系过。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后，顾客纷纷前往其他欧洲国家进货。如今市场的华人商铺只剩下300多户。你几乎就可以为这里写一本历史书了，因为你看着它的兴旺到它的衰退。也没有太衰退。现在既然是中国人都在这儿，还是说明有钱赚的，但是不像以前那么好赚了。30年来，宁建峰见证过许多华人来来去去，也见证过许多惊心动魄的事迹，但他不曾离去，他选择留下来，并让索菲亚成了他安身立命的地方。起初，宁建峰和其他华人一样，
一句保加利亚语都不会。为了融入当地，他刻苦学习，也因此广结了许多当地的友人。Thank you very much。她是不是你女朋友？对呀、所以你们认识多久了？ 7 години。 Yes, 7 years. 华人的一些习惯啊、文化啊，她觉得哪一方面比较有趣？ Chinese food is good. 你呢？你习惯吃这里的食物吗？当然是习惯了，刚开始来的时候有没有？那不行，不习惯，10年才习惯。纯纯粹粹地道的保加利亚的，喜欢上以后是觉得特别好吃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为什么刚开始会不习惯吃这个？它的味道更浓，有点发酸。而且稠密的感觉。你是怎么学会讲保加利亚语的？来了以后，我先跟他们说英语，说深了以后，他就弄个 I don't know。他们不愿意用英语跟你沟通。对呀，那我干脆我就学保语吧，拿一个大学1年级的外国留学生的课本，还有一个中保词典，难吗？就在这儿，就是找个女朋友慢慢交流。哎，那学的就快了。我但是也闹过好多笑话，比方说，我去买鸡腿儿，发音有点不正确，成了我要买鸡了。妓女了，这误会太大了。出国之初，宁建峰大概没想过，这一待就是30年，度过了他人生中的黄金岁月。身处在以自然风光明媚为著称的国度，他不曾错过这里的每一道风景。好舒服。我这什么都有。你钓过最大条的鱼大概有多重？26公斤。钓鱼修身养性无所谓，钓得上钓不上的，关键就是看着这个绿水之间呀。您没有钓过鱼，拿这个先试一试。好啊。小的假的鱼挂上以后，甩出去就往回拉，甩出去就往回拉。这是一种最运动型的钓鱼方法。你在钓鱼的状态完全不一样。那人都有两面性嘛，钓鱼当然不能急，急也急不得。你来到保加利亚的时候，当时心里面有挣扎过吗？没有，就没有想回去，因为是，爱情遭到了重大的挫折，还有一个原因跟我们那个医院的领导闹点矛盾，所以我就决定到保加利亚来，结果很快就适应了这。你因为爱情而离开，但是也在这里找到你的爱情啊。所以你绝对不会后悔自己当初从中国来到保加利亚那没有后悔，绝对不会后悔的。现在中国我也回不去了，我适应不了中国那个变化，我们回去就等于是废物一个，你没有价值。我在这儿可以体现出我的价值来，我的人脉在保加利亚的华人里边，没人能比得过的，就是我跟老外的这些人际关系啊。我只把你当成是索菲亚这里的一个华人老大哥，就是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想找人帮忙，我可能第一个想要打电话联络的就是你。宁大夫不是我们最熟悉、最典型的医生模样，他其实看起来玩世不恭，但见识广、人脉多，而且洞悉世间事。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人生。他在中国已经没有根了，唯有在保加利亚，他才能够开枝散叶、开花结果。最终尘归尘，土归土，他一直都决定在这里栖息，也愿意在这里安魂。索菲亚午后的街头，总可以看到许多人悠闲地喝咖啡或闲聊，生活从容惬意。在这个古老的国度，
纷纷扰扰的日子早已远去，但那些历史的痕迹，至今还渗透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里。在市区不时能见到这样的膝盖商店，在保加利亚语称为 Clack Shop。它的前身是地下防空洞，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后来苏联解体，企业走向私有化，这些地下空间因为租金相对便宜，成了杂货小店铺。但在时代巨轮下，膝盖商店已经逐渐式微。除了膝盖商店，索菲亚市区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就是华人超市。这些店铺内充满各种中国意象的物品，深受当地人和欧洲游客的欢迎。我是客家人，我从小在新疆长大，然后在广州打拼。7年前我来了保加利亚，一直在这里奋斗。这7年来，宋英的生活总是非常规律。上午10点，她会准时打开超市大门，开始一整天的买卖日常，直到傍晚7点才打烊。如此周而复始，几乎全年無休。你好，你好，請問係咪宋英啊？係宋英啊，係啊。係咪咁叫你親切啲啊？可以冇所謂㗎。你個鋪頭我姓3㗎。有沒有哪些食品是比較受歡迎的？保加利亞人喜歡吃辣，保加利亞人也吃辣，他們就有辣。這裡人特別喜歡吃辣條和這個年糕。接下來就是受歡迎的是這些東西，因為這些東西每逢過年過節是保加利亞人他們保佑自己的，他們就很喜歡。這是我們的陶瓷，過去的陶瓷，這是好陶瓷啊！之前30年前的陶瓷，現在你很難找到這個過去的陶瓷了。可能有些東西在中國已經很難找得到，是的，卻是在你的店裡頭出現的。這店老店。這家2層樓高的商店可以說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裡頭什麼都有，而且貨品琳琅滿目。宋英太會介紹裡頭的所有的物品了，只要一開口，哇！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顯然的，他對所有的貨品選擇、來源地，還有他的顧客群都非常的了解。哦，這是。所以你大部分這裡的顧客都是哪裡人？老外多一點。都是老外啊。他們明明是本地人嘛，為什麼叫他們老外？他叫我是外國人，那我們也叫他外國人，只有我們這樣子稱呼了。是因為這裡很多人會說中文的老外。哦。一般店裡來我這裡，他就會說你好，走過路上他都要給我打個招呼。他一聽說個謝謝你好，他很開心的。因為他們很喜歡中國人嘛。哦。他們喜歡中文。曾是銷售員的宋英，對於生意頗有天分。他還引進了廣東人的湯水補品食材到保加利亞售賣。對於如此另類的文化推廣，他樂在其中。我在想，在保加利亞只有你的店裡頭可以找到這個吧？好像是，因為廣東人嘛。對。廣東人從小就喜歡羅漢果，還有那些涼茶呀。我發現你在上面會有寶語的說明，因為我們語言不太好，然後都翻譯出來貼上去，自然就會知道它是什麼。我覺得你很用心哦。當初把藥材啊，或者是食品介紹給本地人的時候，會有困難嗎？有一點，因為語言上面嘛，還是有障礙的。手畫一下，很努力地去解釋，他也能聽明白的。7年前，宋英或許從未料想過自己有一天會在保加利亞落腳。那時的他甚至不曉得保加利亞到底在地球的哪個角落。你在廣東的時候是從來沒有聽說過保加利亞這個地方？沒有，真沒聽過。你不會擔心嗎？不害怕嗎？我出來的時候，我既然出來了，有什麼擔心的？往前衝，就是前面有陽光的客家人嘛，走到哪個就是很勤勞的人。因為無論你走哪裡，都是為了生活嘛。你是不是開始想起家裡人了？有一點的。怎麼會突然間想起他們呢？出來時間太長了，有點想家。不好意思啊。不會，我理解。多久沒有看到家了？出來就沒有回過家。不好意思，這是不是再說了，說了眼淚就流了。
你觉得来了保加利亚之后更好吗？其实我在国内也挺轻松的，我已经销售了有30多年了。我没想到我来了这里还是销售，每个华人在这里好像是都知道我。虽然店不大，但是我的精力全在这里。这是你开拓出来的，能够有惊人成绩，你付出了很多啊。不是我一个人付出很多，每个华人都是这样子的，不是很容易的，有跌有爬，在奋斗。海外的生活或许布满荆棘，但这都未曾阻挠那些想在异乡找到一片天地的华人奋勇前进。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他们也慢慢的找到了许多慰藉乡愁的方式。就在不远处，就在这里，这是小菜园种的。我喜欢吃苦瓜，种了好多苦瓜。啊，长出来了。我记得有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小姑娘说，她想苦瓜想到想哭了，所以我也说我们自己种一点，就可以酿苦瓜吃。像那个丝瓜也是，你看，这里种的韭菜，然后香菜。那需要花时间来照顾它们吗？也不需要花时间，就浇水。辛苦不辛苦？种就是这一点菜地就无所谓了，不是很辛苦，就是家乡的味道嘛，就想吃家乡的菜。在这很难吃到的。华人常说一份耕耘换一份收获，对任劳任怨的人来说，没有人比他们更能体会这个中道理了。平日看店占据了宋英大部分时间，几乎很少外出。不过偶尔趁着天晴，宋英会跟随好友到郊区的山上采集野菜。这里有蘑菇，对，这个可以吃吗？这个是能吃的，这个叫牛肝菌。牛肝菌，牛肝菌呐！哦，市场卖很贵的。对，那边还有一颗大的，采得到吗？采得到。哎呦，好大的一颗，好漂亮啊！小心啦！哇，宝贝，宝贝，这个真是宝贝啊！哎呀，这个宝贝啊！我真是没有想到，就平时走山路的话，大概就是想说啊，散散步啊，但原来有这么多的野菜、野草。能找到好的宝贝，我们就很开心了。你会待在保加利亚很久吗？心里面会不会急着想要回去中国？还没有这个想法，因为天天都是忙，就是把自己的店做好，就是店里、家里、店里头是有一点单调一点。说你当你忙的时候，你就一切什么东西你就不会去考虑了。我们就是这样子。有没有什么心愿？我的心愿就是轻松一点生活，然后我会到处旅游去，因为我喜欢旅游。然后一个房子能种田园啊，种点菜呀、养点鸡呀。我已经退休了嘛，就是这么很简单了，没有像再年轻的那种太多的想法了。宋英的思想其实很简单，他满脑子就是买卖、赚钱、存钱，多多销售，全年无休。保加利亚对他来说不是终站，只可以说是中途站。他的生活对我们来说看起来可能是单调乏味的，但是对他来说很单一不复杂。店面的大小就是他世界的大小。他真的是全情投入，全力付出。中国人出来都是这样子的，就挣多的钱，存多的钱，为下一代打个好基础。我们这一代辛苦一点，下一代就好过一点。那些年跨海而来的华人，原本只为寻找商机，却在此发现了宜人的风景，以及温厚的人情。我是周小军，我来保加利亚有22年了。我是黄璐，我在保加利亚已经长期居住15年了。我是宁建峰，我来保加利亚30年了。我是宋英，来保加利亚已经7年了。他们勤恳务实，安分知足，最终把这个群山之地筑成了家。